在莫斯科遭到无人机袭击后，泽连斯基当晚呢就对俄罗斯下了一份新的战术，俄乌冲突或许进入第二阶段。欢迎来到张讲瓜事儿。近日，俄罗斯首都莫斯科遭到了3架无人机袭击一事，引发不少关注。尽管这已经不是莫斯科第一次遭到无人机的袭击，但是与以往含糊不清的表态不同，这一次泽连斯基在当晚呢就对俄罗斯下了一份新的战书。他说，俄乌冲突正是逐渐的回到俄罗斯领土，尤其是象征中心地带和军事基地。有关专家表示呢，这件事标志着俄乌冲突或许已经早开启了全新的第二阶段，那就是双方开始对后面的重要非军事设施进行轰炸。已经发生的，比如说在采取守势之后，俄军一如既往对乌克兰全境保持稳定轰炸，而乌克兰方面则是对克里米亚大桥发动了2次袭击，以及包括这一次对莫斯科发动的无人机袭击。很有可能发生的比如克里米亚第3次被袭击，俄军采取更为猛烈的报复性轰炸，乌军隔三差五就往莫斯科或者其他俄罗斯的重要城市发射无人机等等。现在其实再回归事件本身，泽连斯基如此强硬和直白的发言，主要还是想表达2个意思，而且也很明确。第一，现在乌克兰强大不再是被动挨打，同样拥有了能够袭击俄罗斯本土的能力。其二，象征中心地带和军事基地，这句话呢，则是在暗讽俄罗斯只会用狂轰滥炸的方式袭击乌克兰的平民，而乌军则是有针对性的目标。那么俄罗斯方面是什么反应呢？同样也有2个。第一个就是怒斥乌克兰此举是在发动恐怖袭击，顺带骂一下美国人，大量的军援在鼓励恐袭。而第二个反应呢，乌克兰的袭击影响不大，莫斯科依旧很安全。有1架无人机在莫斯科郊外就被击落了，而另外2架也是因为受到了俄方的电子干扰，才击中了办公大厦，并且也就蹭破了一点大厦的外皮儿，只有1个安保人员受了一些伤。可事实上，这件事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进入到冲突的第2阶段的双方几乎已经彻底打红了眼，战争的底线逐渐开始变得模糊。俄乌都在打击彼此的后方，但不管是他们口中的定义，打击的是军用还是民用的设施，都有一个不可忽视的现实呢，就是大批的平民遭到了无妄之灾，甚至是付出了鲜血。只不过以目前双方的态度而言呢，明显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和平谈判之所以被搁置到了一边，主要还是双方各自都没有完全的彻底失去底气。西方没有彻底放弃对乌克兰输血，而俄罗斯的经济和军工没有被完全拖垮。也不知道双方在得到自己想要的筹码的过程当中，事态还会往什么样的情况下发展。所以可以预见的是，在美国不怀好意的拱火之下，这场冲突只会不断的升级，让和谈变得更加的遥远。而正如网友所说的那样，美国有多坏，乌克兰就有多惨。所以说，哪怕如今泽连斯基对俄罗斯下的战书再怎么强硬，也都改变不了乌克兰注定已经成为了最大输家的命运。而现在普京也再次发出想要和谈的信号，这是一个结束这场无休止战争的机会。奉劝泽连斯基一句：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多想想那些可怜的平民吧。好，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